此时，一道声音传来：“你小子还舍得回来啊？”虽然带着责骂，但是又有着师徒之爱。说话的正是如今无尽火域丹殿的药尘。药老，萧炎双眼望去，倒映在萧炎那深邃瞳孔中的画面，竟是当年自己这位老师师徒二人在斗气大陆历练的经历。老师虽然只有简单的2字，但是这2字中却已经包含了许许多多要说的话。回来就好。药老欣慰的一笑：“老师，你的实力似乎已经超脱圣品，达到半步主宰层次了。”萧炎在药老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世界的伟力，虽然不是完整，但也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哈哈，这多亏了如今千元界的资源。爽朗的笑声自药老嘴中传出。不过为师却看不透你现在的实力，看来这几年离开又有着巨大的提升。药老摸着自己的白色胡须喃喃道。萧炎一笑道：“这一切都是当年老师你的功劳，不然弟子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对于药老当年对自己的培养，就算如今自己已经成神，而药老在萧炎的心中依旧是那一位当年带着自己闯进魔兽山脉、塔格尔沙漠，还有黑角域等诸多地域历练的最重要老师。药老一听更是欣慰的点点头，当年自己终于选对了人，两眼都是热泪眼眶。我的萧族竟是出了这么一个绝世天才，彻底复兴我全族上下。萧炎，恭喜归来。此时在宫殿的尽头，萧玄的声音传入萧炎耳朵中后，后者便是对着萧玄拱手示意：“晚辈见过萧玄先祖。”哈哈，不必免礼，你小子是我萧族上下最强之人，如今先祖都无法追赶你的脚步喽。萧玄半开玩笑的说道。对于这一次萧炎的回来，顿时让整个无尽火域的气氛都是高涨了起来，充斥着一股热血。先祖，这些年辛苦你了。无尽火域有如今的强大底蕴，也有先祖的巨大功劳。萧炎作为甩手掌柜，也是不好意思起来，但是所说的话的确如此。自从萧炎离开大千世界前往小千世界时，便是已经开始无尽火域的域主给了萧玄，所以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是由萧玄以及圣云尊者和冷霜尊者2位副域主打理，他们也是为其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有什么？今日大域主回来，才是我们无尽火域最大的事情。哈哈。萧玄的大笑声传出，然后看着自己这一位出色的萧族天才，满脸都是挂着极为满意的笑容。最后，萧炎的目光才投向了不远处的薰儿和彩铃。对于他们2人，萧炎并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幸福的一笑。薰儿和彩铃也是对其露出笑容，毕竟现在在宫殿上，众人都还在这里，可还不是久别重逢的戏码。而萧萧与萧凌2人则是跑到了自己的娘亲身边，也将刚刚自己发生的事情告知了薰儿和彩铃。萧炎身后的2道陌生身影，则是被萧炎的2个妻子也惊艳到了。紫衣晴虽然也是一位极品女子，但是还是比不上薰儿的容颜绝美，气质清淡，犹如一朵俗世青莲，纤细的腰肢犹如柳叶般堪堪盈盈一握，3000青丝随意用一截淡紫缎带束着，柔顺的顺着那动人曲线垂至腰处，皓腕处挂着2个细小的绿色铃铛，宛如画中人儿般，宛如谪仙。而彩铃的容颜美丽的几乎到达了妖艳级别，娇躯修长，一身彩裙勾勒着惊人动魄般的曲线，丰满玲珑，犹如那成熟的蜜桃一般，渗透出淡淡的妩媚。一对狭长的淡紫眸子，眼波流转间魅惑天成，一头3000青丝随意的从香间披散而下，垂直那纤细的柳腰之间，让得人莫名其妙的浑身有些滚烫，几乎能将每一个男人的视线给吸扯而过，堪称是绝世尤物。就连紫衣晴身为一女子，都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王熙也是被薰儿与彩铃深深的吸引，见过如此一般的绝美女子，他们在数万年前见过，那就是夭夭、武神武瑶以及紫霄女神苏幼薇。萧炎兄，你家的2位爱妻可真是倾国倾城啊！王熙发自内心的称赞道。萧炎尴尬的微笑道，不过也不否认对方这样说。薰儿与彩铃也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绝世容颜女子，真是见到也算是大饱眼福了。在大家欢快交流了一会儿后，萧玄也是进入了这一次召集无尽火域中这些核心成员的主题，同时刚刚热闹非凡的宫殿也是安静了下来。萧玄也将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了萧炎等人。的确，这段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其根源的确来自于下位面，而且利用千元之眼探查过整个千元界，具体是哪个下位面大陆并不是很确定，所以今日我才派出如此之多的狱中强者前往下位面的那些大陆探索一下。萧玄此时也是严肃起来，毕竟那些强者的死法太过诡异了，专门夺取灵魂。刚刚我与那黑影交手间，对方的气息令得非常的熟悉，只不过暂时想不起来究竟是谁，而且我也可以感觉到对方似乎对我有非常大的敌意。萧炎在说话间，同时也在分析那道黑影究竟是什么人。萧玄则是一脸疑惑，能够令你熟悉的气息来自下位面的夺取灵魂。似乎萧玄想起了什么一般，不过也是不敢相信与自己所想的是不是真的。见到萧玄表情的变化，萧炎好奇地问道，先祖是否想到了什么？萧炎，你除了当年在斗气大陆外，还去过其他下位面的大陆吗？萧玄出声，对于萧炎那道给他熟悉气息的黑影开始分析起来。萧炎摇摇头回答道，去过其他下位面大陆，
只不过并没有长久在那些大陆上，更不会有让我有如此熟悉气息的人。那么你觉得，在下位面大陆中令你感到熟悉的气息，对你有敌意，以及夺取灵魂的这些方式，是否让你想起一个族和一个人？萧玄念念有词地说道：“魂族，魂天地，5个大字直接脱口而出。”萧炎对于那道气息实在是太过熟悉，只是时间过了很久，暂时并没有往那边方向去想。而如今照着萧玄先祖这样一分析，所说的特点，夺取别人的灵魂，简直与当年的魂族一模一样。不过虽然猜到了黑影的身份，但这也不可能啊，因为当年斗气大陆的双帝之战，萧炎自然斗帝之体为代价，身化一火，封印魂天地千载万世。从此斗气大陆的那一场中州浩劫才彻底的结束。虽然到如今过去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可是当时以斗帝之体将其封印，至少都要数千年以及更久的时间才能破封才对。如果那道黑影真的是魂天帝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有些复杂了。能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将那道封印破封而出，可以想象魂天帝的实力恐怕也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领域。之前那一道黑影分身的实力就超越了圣品之上，至少都是半步主宰的层次。如果是本尊的话，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主宰境的主宰者。那魂天帝难道也感应到了世界的意志，苍穹榜上留下了完整的姓名吗？想到这里，萧炎的手指在自己的下巴出来回思索着。不管那老家伙实力如何，我萧玄也会奉陪到底。当年竟然在我闭关举全族之力突破斗帝之时，竟然袭击了我。这一次必定要让这老不死的家伙尝尝那绝望的滋味。萧玄的双手渐渐地紧握起来，双眼中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杀意，似乎恨不得将魂天地千刀万剐一般。在这宫殿中，知晓魂族魂天地的那些众人，听到这令他们当年极为恐惧的名字时，脸色也是一变。特别是当年差点死在魂天帝手中的古元和竹坤、紫妍以及云云和小医仙，都是柳眉一皱。魂天帝这3个字，在斗气大陆上能够让无数强者都为之惧怕的人物，就连9星斗圣巅峰的强者，在这位魂天帝面前也如同蝼蚁一般。萧炎哥哥，此时薰儿便是走了过来，在萧炎的身边轻声道。见到薰儿那绝美的容颜，将其融入怀中，微笑道：“薰儿，不用担心，如今就算魂天帝的实力达到主宰境巅峰，我动动手指头便能够将其轻易的捏死，不足为惧。”萧玄一听，直接是瞪大了眼睛。自己如今的实力好不容易突破到了主宰境，没想到刚刚萧炎说就算是主宰巅峰，也不是自己一根手指头的对手。如此可见，现在的萧炎其实历境界究竟是达到了何种的层次，就连无尽火域的一众强者都看不出来。萧炎，你的实力究竟达到何种境界了？对于第3等级世界的生灵而言，主宰境便是最高境界，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主宰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同时也是大咒之中最高等级的境界——神指境。你们无尽火域的大域主已经超脱主宰，纳入神列，蜕变成神。此时紫衣晴这简单的一句话，直接令得在场的所有人顿时露出无比震撼的目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萧炎，个个发出不可思议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降临在一个人类身上一般。成神？那么我们的大域主现在已经不是人，而是神？这简直就是能够再度让千元界震撼人心的消息。炎帝成神这4字如果传出去，比起当年的炎帝萧炎4字更加无比的震撼。不仅是千元界，就连第3等级的其他2个大界知道了，恐怕炎帝成神的消息能够震惊整个第3等级的世界中。这也是有史以来在第3等级世界之中，从人类蜕变成神，怕是没有先例。而如今炎帝萧炎便是打破了这个先例。要是让古霸界的守护者古霸威以及大元界的守护者郭元峰知道了，当年在纪元遗迹相识的萧炎如今已经成神，顿时也让他们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吧。因为一旦第3等级世界中有人成神，必定会让这个世界的气运达到一个全新的临界点，同时还会有机会让这个世界成为进入神纪元的几率。当然，想要让千元界进入神纪元，那么萧炎的实力必须是突破那一步，就是第1序列之位，成为第1序列神。而如今萧炎虽然已经成神，不过还只是第3序列神，并不能让千元界进入神纪元世界。神纪元世界便是能够让这一方世界中的诸天生灵人人都有成为神的资格。当年天元界的元尊便是如此，成为最强之神后，将圣神的混沌阴阳海这等神灵之物化为神域，落在各大诸天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天元界也进入神纪元世界。当然，目前就算是萧炎同样有着类似混沌阴阳海的神灵之物，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大能将其神灵之物化为神域落下。只有成功突破成为第1序列神，才可以做到如此。不过萧炎自己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迈入第1序列之位，成为序列神的最强。这不单单是萧炎的自信表现，更是他拥有成为第1序列神的资格。神火便是他在神之路上最重要的东西，是能够提升自身在神之领域上的造诣。因为日后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中，必定会遇到比自己更强、比先天神还要强的神器，而那些神器的境界更是达到超越序列神之上的神圣存在。所以就算萧炎成神，便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在这神之路当中，想要超越序列神更是难上加难。就算有非常浓郁的神元之气，都需要花费非常久的时间才能精进一丝。当然，萧炎拥有焚诀功法，能够收服诸多火焰之能，而神火又是大咒中的神物。如果萧炎靠着焚诀功法吸收更多的神火本源，那么自身的修为必定能够大幅提升，超越序列神之上的那未知神境领域，也终究会被萧炎踏足。就因为他是炎帝。此时此刻，无尽火域上下早已经沸沸扬扬起来。对于萧炎成神的事情，很快在狱中彻底的传开。每一位成员带着极为震感之心的同时，更是有些难以置信。虽然炎帝很强大，但是竟然在几年的时间，他们的大狱主竟然超脱主宰之上，成为神奇的存在。不过震惊归震惊，他们此时内心都是为其感到高兴和自豪。如今无尽火域的底蕴本就雄厚无比，又知晓他们的大狱主惊人，还蜕变成神，更是给无尽火域的底蕴带来了非一般的改变。而这改变也暂时令得无尽火域成为了整个千元界中的最强霸主势力，甚至已经打破了3大超级霸主势力的平衡。虽然武镜和幕府也非常的强大，不过比起萧炎成神后，便是一举登顶。无尽火域乃最强霸主势力，不过要是日后灵动和沐尘成功纳入神列，成为神奇，武镜与幕府又能够与无尽火域平起平坐了。恭喜炎帝成神！无尽火域的所有成员都是对着萧炎臣服跪拜，一道道哗然之声响彻整个狱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内心没有任何一人有着什么意见，因为炎帝是他们最信任、最可靠，也是让他们感到荣幸与光荣。有着如此影响力的人物，也只有萧炎一人。就算是萧玄，也不能够做到这般。萧玄也不得不服了。如今乃是他们这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天下。当年在远古时期的斗气大陆中，斗帝之下第一人的那位绝世天才，绝对是萧玄无疑。可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如今的时代，则是这些后辈子孙的主宰新时代。而萧炎就是新时代中的引领人物。如今的千元界在他的守护下，其中的世界气运也正在逐渐的飙升。在未来的时间里，千元界会达到全新的高度。我萧族竟然出了如此这般妖孽的后辈，仙族也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好小子，当初天幕中果然没有看错你，你一步步的成就，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萧玄面带欣慰笑容的望着萧炎，这家伙看来是一位万年都难得一遇绝世天才。萧炎被萧玄先祖一个劲的夸赞，搞得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先祖，晚辈也只是运气和资源好罢了，要不是在天元界中历练，恐怕我现在或许还只是一位大主宰。萧炎并没有因为自己成神后开始骄傲，因为成神后的艰难会比之前更加困难。小子可以，心境与气魄，就连我都敬佩。萧玄满意的拍了拍萧炎的肩膀，有着如此的实力，还能够把握方向，的确其心性不凡。萧玄自己飞升大千世界后，也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回去了，这一次也想要借着探查一下是不是魂天帝在搞鬼，准备3日之后前往斗气大陆一探究竟。如果真是魂天帝的话，我萧玄第一个不会放过那老家伙。萧玄对于魂天帝的仇恨可不比萧炎少。先祖，我与你一同前去，毕竟斗气大陆我也很久没有回去看看了，不知道现在的斗气大陆将会达到什么样的强大程度。回想起曾经自己年轻时在斗气大陆的场景，如今竟是有一些怀念起来了。萧玄也同意，一口答应，然后2人相约3日之后便前往斗气大陆。此时无尽火域的另一处灵力充沛的山峰上，几道身影站在其上，一眼望去，他们的眼睛中似乎可以看到整个无尽大陆的景象一般。萧炎哥哥，这一次你回来应该会一直留在千元界了吧？薰儿轻声道，这几年你离开千元界后，我和薰儿妹妹可没有以前那么开心，这次你回来，我们可就不要分开了。一旁妖艳无比的彩铃也是喃喃道。听到二女的心声，萧炎也是无奈一笑，想他们抱入怀中，他也很想留下来，陪在自己的家人身边，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只不过事与愿违，如今他的实力越来越强，那么所背负的责任就会越大。他变强想要保护身边所有人，同时也是千元界的守护者之一，他必须变得更强，才能够不让千元界受到界外那些强大势力的入侵。如今有了天元界的庇护，千元界也是相当的安全，但这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天元界乃第2等级世界之首，不乏有更强的神秘势力入侵他们这些下等级世界中也说不定。而且这段时间在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让萧炎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心里也一直觉得此事绝对不那么简单。魂天帝，萧炎很是了解，当年被自己封印异火广场，就算魂天帝再强，也不可能破封，而能够破封的条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千元界已经被更强的神秘人入侵，并且对方想从内部展开。而这看似没有什么，实则比起那些入侵进来的更加危险，那些则是明处。而现在对方入侵千元界，并没有展开大量的进攻，而是慢慢的从内部一步一步的展开，从而彻底的瓦解千元界熠熠生灵。这处于暗处的强大敌人才是最可怕的。这2年我会留在千元界，毕竟我的修为已经突破神指境，想要变得更强，则是需要飞升比天元界更高等级的神之世界中，才能让自己的神之修为提升起来，不然将会无法有寸进。萧炎低声的说道。
其实心中也是不舍自己这2位最爱的妻子。薰儿和彩玲也是能够理解萧炎，并没有去说萧炎什么。既然萧炎一直在追求更强的修炼之路，那么他们也不能原地踏步，也想追上萧炎的步伐。只有这样子，萧炎去了，他们也跟去了，才能陪在自己丈夫的身边照顾他。萧炎哥哥，我也会继续努力修炼。当年你可不是薰儿的对手，日后我也会超越萧炎哥哥。薰儿露出一脸幸福的笑意。这一刻，他们决定，为了能够让自己有足够资格的实力，也是每天每夜的加以修炼，只希望能够陪在自己丈夫的身边。一直都是萧炎在保护他们这些人，现在他们也想要守护在萧炎身边。可以，你们的天赋本就不差，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晋升主宰境，因为你们可是我的老婆。然后说完，就是对着彩玲的妖艳脸颊亲了过去，然后抱着他们的双手，一下子便搂得更紧了。在3人彼此肌肤的接触下，一股热火便是从萧炎的丹田处燃起，瞬间遍布全身，眼神开始迷离去起来。而薰儿与彩玲2女也在萧炎那熟悉的手感下败下阵来，发生轻微的呻吟。也就是这轻微的呻吟传入萧炎耳朵时，就算以萧炎的定力，他也已经彻底的受不住这等诱惑，直接袖袍一挥，在这处山峰的外围处布上了结界，然后目光一扫，那飞流直下3000尺的大瀑布之后，有一处山洞，锁定位置后，萧炎搂着2女直接掠进了瀑布后的人间仙境。看来在这里即将发生一场不可描述的画面。不知不觉3日的时间过去，萧玄将狱中的一些事情交代给了2位副狱主之后，便是和萧炎2人来到了一处广场上。在萧炎的身边还有2道身影，那就是天元界的紫翼晴和王熙。他们也想看一看萧炎出生的世界，那所谓的斗气大陆究竟是什么样的大陆，真是让他们都充满着好奇之色。今日就是他们4人一同前往斗气大陆探寻那道黑影的身份究竟是不是魂天帝。不过以如今他们的实力，无论在大千世界的哪一个大陆上，都可以徒手撕裂雨下位面的空间通道。萧炎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望着这片无尽的虚空，脸庞上的笑容却是逐渐的璀璨。先祖，我们动身吧。自从当年武帝破空，萧炎就再也没有回到斗气大陆，一直在大千世界历练，从而成就如今的无尽火域。萧玄也点点头，斗气大陆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有着浓浓的情感。旋即4人的身体缓缓升空，而伴随着他们升空而起，虚无的天空突然涌出厚厚的云层，方圆数万里之内的天空都是在一刹那间变得暗沉下来。无尽火域中的无数强者震撼地抬起头，望向虚空之上，那厚厚云层不断地翻滚着，在那里他们似乎感觉到了极端恐怖的能量波动，而且那股能量波动就算是圣品天至尊都感到恐惧。那股能量便是萧炎的神力，他伸出右手催动神力，凝聚出一道巨大的火焰巨手，直接对着这片空间狠狠撕裂。一旁的萧玄也在一时间瞪大了眼睛，在如此近距离之下感受到萧炎那所释放出的力量，竟然令他这位主宰境的主宰者都有一股危险的气息，并且萧炎的这股力量比起世界之力更加的高级与神圣。这就是神的力量吗？萧玄眼眸泛起一道光，对于这股力量他都有些无比的震惊起来。原本以为世界伟力已是最强，而现在在世界伟力之上还有神之力。无尽大陆的上空处犹如是出现异象一般，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那巨大的火焰巨手竟是轻易的撕裂了空间，那无尽的虚空竟开始剧烈的扭曲起来，厚厚的云层蠕动着，最后化为一个黝黑的通道。通道之中散发着一种令得人胆颤心惊的味道，这个黝黑的通道便是通向下位面斗气大陆的空间通道。望着那黝黑的宛如黑洞般的通道，萧炎的目光也是微微闪烁起来。当年他们来到大千世界的通道与现在的一模一样。斗气大陆，我们来了。萧炎张开双手，双目微闭，感受着整个世界的能量，其中就有一股能量很让熟悉，那就是斗气大陆上的修炼体系本源，也就是斗气。感受到那股熟悉的本源后，萧炎睁开了漆黑的眼眸，再度深吸了一口气，不再多说废话，身形一动，便是化为一道流光，快若闪电般的对着那黝黑的通道暴掠而去。在其身后，萧玄、紫翼晴、王熙也紧随而上，无数道目光望着那划过天际的4道流光，没入了黝黑的通道，消失不见。小家伙，没想到你已经踏入神之境界，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啊！药老摸着胡须喃喃道：“你这老头子，感慨什么？你怎么能和大狱主比呢？”一道令药老有些触动的女性声音传来，她便是丹塔的玄一。药老望着玄一，脸上挂着一抹浅浅的笑容，旋即又无奈摇头。这玄一乃是药老唯一的挚爱，他也必定会和萧炎一样，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保护身边重要的人。斗气大陆中州，中州这是斗气大陆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当年的双帝之战，让整个斗气大陆上的所有生灵都感到这是最恐怖的一场大战。也正因为这一战，仿佛也给予了这个城市新兴的生命。如今的中州早已没有了双帝战斗过的痕迹，反而比以前大的太多太多了，更比双帝之战前的辉煌更多更多。处处流光绚丽，一片繁荣的景象即将映入萧炎、萧玄等人的眼帘中。很快，通道中的萧炎等人便是远远地看见了通道的尽头，缓缓地抬起头，萧炎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到了，
此时斗气大陆的上空顿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引起了大陆上所有人的注意，全部都仰头看向天空。其中有着诸多强者，身影迅速飞出，悬浮在高空之上，气势浩荡。这突如其来的异样令得斗气大陆上的强者皆是一惊，谨慎地注视着上空，旋即那虚空上如同被撕开了一道虫洞。萧炎、萧玄以及紫衣秦王熙的身影从通道中走了出来。斗气大陆，我回来了！天际之边传来了一道震撼人心的声音，声音传开，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斗气大陆，或者说，这声音只有实力达到斗圣级别的强者才能够听得见，仿佛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声音一般。一种强大的气息顿时从天而降，一股莫大的力量席卷整个天地。斗气大陆的无数强者竟是在这一刻瞳孔急速收缩，其中不乏有着诸多斗圣级别的强者。